阿塔在对我们的政策上面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拉近与印度的关系，甚至有消息称阿塔内部就是否允许美军重返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就可见阿塔现在的这个执政团队对地区局势的认识不清醒到什么地步。所以呢，在阿塔逐渐脱离巴方的掌控，且执政思路越来越混乱的情况下，频繁的发生与巴边境的摩擦。10号印阿外交升级，事实上就构成了对于巴方两面夹击的态势，于是才出现了当晚枭龙升空，潜藏在阿富汗境内的频繁对巴基斯坦以及中巴经济走廊造成威胁的巴塔受到了打击的一幕。大家明白购买武器用之前都要问问上家的国际惯例，对吧？而巴塔背后的支持者就是印方。就在阿巴冲突之前，我们的舆论上到处都是大量造谣巴基斯坦泄露我国稀土技术给美方的言论。大家对于一些蓄意炮制的官方多次辟谣的言论倾向一定要保持警惕。印度舆论战的能力并不弱，煽风点火，捕风捉影。上次在 K 签这个问题上，可以在公布10几天之后突然掀起舆论的风浪，源头就在印度，可以说是成功的在我们这儿小试了一下舆论战的牛刀。离间中巴关系，豢养恐怖分子，几乎是印加强对南亚控制的起手式。与其说巴塔是恐怖主义不如将其视为是印的战争代理人更为本质。巴方这一次的还击可以说是果断而且克制的。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再起，印度这见缝插针的寻求地缘势力修复的野望真的是如野草一般疯长。印度不可能离开俄油，但是利用美国的施压，在拒绝用人民币购买俄罗斯石油这个事情上讨价还价是可能的。印度也没有实力在军事上彻底压制巴基斯坦成为南亚霸主，但是通过代理人搞乱对手，最好能阻碍中巴之间的进一步军事合作的心是蠢蠢欲动的。这就像极了总觉得自己可以在牛市里做波段，以为看准时机，在大势所趋的环境里还想逆势吃一口的投机者。大好的上升标的摆在印度面前，跟中俄合作，放弃自己的霸主野望，先寻求发展，再谈论争霸。三哥他就是不想要，总觉得当年美苏争霸时不结盟的政策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利好，如今又一次大国争霸，他觉得他等到了自己的周期，却不看看早都不是相同的剧本了。对于投机者们，我也是同样的劝告。其实对于我国主导的未来的国际秩序，既然我们选择不争霸，实际上我们就不会以供养盟友的这种方式追求结盟以及对世界的控制，而是以贸易互惠的方式，对双方都有收益的方式，建立更为稳固的国际关系。很显然能跟阿塔玩到一块去的印度政治智商它也高不到哪里去。印度一直就没有等到过我们为了拉拢它而给出的利好或者退让。现在连俄罗斯也不打算惯着他这个毛病了，所以他才又把算盘打到了美国身上。而同样呢，跟中俄打不开局面的美国也把目光投向了印度。川普公布他最爱的老仙承诺放弃俄油之后，莫迪一直都没有表态。以我对这两个穷鬼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解这俩基本上就是仙人跳遇到了杀猪盘，两个靠赢学安身立命的政客，又能有多少真金白银的利益给对方输送呢？其实是双方手里都没有牌了，于是都想把对方当成自己的手牌。美印在我们反制之后又重新看对了眼儿，更本质反映的是原有利益阵营里的这些国家牌都不剩多少了，一毛两毛的开始凑份子共襄盛举呢。在双方心里都打定了主意一毛不拔的前提下，现在有多热烈，后面就会有多抓马，咱们就等着瞧好戏吧。明天晚上8点有直播哟，记得预约一下呀。